陆东明说道：“我这不是看到你了，一欢喜就走，没有想到其他。我走向你的时候，都忘记我自己还是个残的。”音落，一只手按压在他的唇上。海玲不爽地说：“他不许再说自己是个残的，你只是暂时行动不便，会好起来的。”陆东明眼里都是他，脸上满是笑意。好好好，以后我不说自己是个残的，我会好起来。为了你，我都会重新站起来。你现在已经重新站起来了，只是走路还不能走太远而已。海玲扶着他，要不要先回我办公室？你忙完了吗？陆东明抬头看看天色，这天都要黑了。其实才5点而已，只是冬天天黑得快。今天又是阴天，不到6点都觉得暗沉沉的了。我忙完了，陆东明说道。你忙完了，我们直接去吃饭吧，我都饿了。他不想进他的办公室，进去了，说不定又会逗留一阵子。他想先回酒店，这样2名保镖就不用跟着他了。他们俩吃过饭，可以在酒店附近散散步，说说话。分开了一段时间，他真的很想他，也有很多话要说。平时他总是忙到深夜，他在想他。为了让他有个好睡眠，他就极力忍着相思之苦，等着他有空了再视频通话见见面。有时候他又要和洋洋通话，等母子俩聊完，他就要休息。行，那先回酒店。海玲扶着他转身往外走。海小姐，2名保镖恭敬地打招呼。海玲微笑点头。我打电话给阿七，叫阿七开车出来。海玲扶着陆东明出了公司，正想打电话给阿七，阿七已经开着车出来了。海玲姐，陆总。阿七停好了车，下车，走过来和海玲一起扶着陆东明上车。后面还有一辆车出来，陆东明带来的2名保镖便上了后面那辆保镖车。等到车子开动了，陆东明忍不住搂抱海玲，海玲也动情地回搂他一下。负责开车的阿七专制地开车，2个人还记得他在车上很快就松开了。你公司的事情都安排好了？海玲温声问着他。都安排好了，我还有3个哥哥可以帮我的，你不用替我担心。虽说松开了他，但陆东明还紧紧地握着他的手。我早就想过来的，只是那几天紧张，我怕我会拖累你，不敢过来。海玲，我是不是很没用？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，我总是不在你的身边。之前洋洋被劫持的时候，他也不在他身边。等他赶到时，他都倒在了血泊中。那一幕像一把尖刀，扎在他的心头，那是撕心裂肺的痛。那一刻，他怕死了，怕会失去他。也是那时候，他算是彻底看清了他对海玲的感情。他爱她，无法失去她。还好老天爷听到了他的祈祷，海玲被抢救过来，如今好端端的。但是这一次他还是不能在海玲身边，哪怕他也安排了人过来保护海玲，还有很多人帮忙，按理说会比洋洋被劫持那一次要安全很多的。可他还是担心害怕，却又不敢动，只能静候他的佳音。好在一切都是无惊无险，不是有惊无险。凤月想要抓个人当人质时，首先想抓的就是海玲。一来海玲不会拳脚功夫，二来海玲是商太太推出来的接班人，是凤晴的竞争对手。而且海玲在商太太那一行人当中分量足够重，抓住了海玲，占陆商3大家族的人都不敢轻举妄动。多亏了程医生动作够快，扯回了海玲，海玲没有落入凤月手里成为人质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听了保镖的电话后，陆东明那个后怕呀，同时又深深自责，觉得自己太没用了。做复健做了这么长时间，还不能像个正常人那样走路，就不能陪着海玲一起面对危险，面对风雨。东明，海玲轻声说他，你又来了，说了不许你钻牛角尖，
不许你胡思乱想的。你怎么没用了？你有用，你很好，很优秀，非常能干，连战印和我表哥都夸你的，说你没有依靠家族也能创业成功。陆东明笑了笑，他们不也一样？好吧，我不说了，我以后都不说那样的话。他再次将海玲按入怀里，紧紧地搂抱着她。海玲静静地贴靠在他的胸膛上。海玲，还好你没事，幸好你没事。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叫我和洋洋怎么办？那晚你差点落入了凤月手里。海玲在他怀里仰起头来，轻声说道：我现在好好的，别担心。那都过去了，凤月死了，杜先生也死了，我外公外婆的大仇得报。那晚他是差点落入凤月的手里，若不是他身边的程玲玲反应快，他可能就被凤月拉着一起下地狱了。他若是落入凤月的手里，凤月绝对不会放过他，死都会拉着他一起。程玲玲是他的救命恩人。事后他向程玲玲道了谢，当时那情景就是战印都来不及拉他的，等到他们反应过来，他都被程玲玲扯了回来。陆东明还是紧紧地搂着他，我好几天都睡不着，也吃不下，总是放不下心来，就亲自跑一趟了。这个时候过来，他不会再拖累他。陆东明也是有分寸的。海玲放松神经，靠着他，温和地道：我命很硬的，不会有事的，这是福大命大。陆东明不喜欢他说命硬，换一种说法好听多了，命硬听着就不好听。海玲笑：对对对，我就是福大命大。洋洋被劫持那次，我中了刀，都没死，那是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有福之人吉星高照，所以你不用担心我的。家里一切都安好吧？海玲换了一个话题，问起他家里的情况，免得他老在自责中。突发的事情谁也预料不到的，他实在无需自责。一切都好，我们结婚的事也准备好了，等你回去。彤彤从 A 市回来，我去提亲，备好的彩礼送过去。虽说只是先领证，该走的程序也要有，他就要隆隆重重的提亲，都要提得热热闹闹，让管城的人知道他和海玲好事将近。海玲笑道：还弄那么多做什么？简单的领个证，挑个好日子，又咱们都能腾出时间来办场婚礼就行了。我的意思是婚礼都可以不办，就领个证的，考虑到你是初婚，不能委屈了你，那就办婚礼吧。陆东明怕委屈了他，他又怕委屈了陆东明。他属于二婚，陆东明却是初婚，又是陆家的四少爷，第一次结婚，若是没有婚礼，太委屈了。陆东明拉高他的手，凑到自己的嘴边亲了亲，眼神里满是深情，深情地看着他，说道：咱俩谁也别委屈谁，总之别人有的我们都要有，我们有的别人未必会有。我说过让你也活成所有人羡慕的对象，不用他羡慕别人。海玲笑：我现在已经是别人羡慕嫉妒的对象了，他们都说我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，离过婚还有个孩子，都能嫁入豪门，飞上枝头变凤凰。你对洋洋又那么好，我什么都不用担心。有些人则羡慕我有个好妹妹，说我的好运都是妹妹带来的，这个还真是，我的好运就是彤彤带来的。姐妹俩相依为命10几年，手足情深，用妹妹说的话，不对她好，对谁好？在妹妹的心里，她既是长姐，也如母亲一样。你本来就是凤凰，管他们说什么？咱们过咱们的，只要我们过好了，随他们羡慕嫉妒。陆东明说道：我是没有听到有人在我面前那样说你，若是让我听到，我割了他们的舌头，看他们还说3道4。那么血腥暴力做什么，管他们说什么？是你对我太好，是我命运，能和你在一起，还不许人家羡慕一下吧？陆东明宠溺地道：好好好，我都听你的。回到了酒店，
陆东明让2名保镖自行吃饭去，吃完饭可以自由活动休息，随便他们，总之别跟着他和海玲就行。有海玲陪在4少身边，陆家的保镖也很放心。饭后，海玲推着陆东明在酒店附近转悠。丰泽大酒店的位置本来就在江城繁华路段，出了酒店，不管逛哪一条街都很热闹。海玲平时工作忙，其实很少逛街的。今晚陪着陆东明闲逛，2个人慢悠悠的，看到喜欢的就停下来看看或者买下来，一直逛到深夜。2个人又在外面吃了宵夜，才往酒店而回。要步行半个小时才能回到酒店，我才敢吃点宵夜的，平时我不敢吃宵夜。海玲边走边说道。陆东明怀里塞满了2个人买的东西，有衣服，有玩具，大部分都是给洋洋买的。你现在我觉得又太苗条了，可以稍微多吃点。陆东明扭头看他，肯定是工作太忙，累着了才瘦得这么厉害。也还好吧，我现在这样的身材，不是标准的模特身材吗？走出去我不说的话，别人都不相信我有30几岁，还有一个快4岁的儿子。海玲现在对自己的身材非常的满意，平时也很注意护肤，使得她的皮肤也比离婚时更光滑。工作的关系，她每天也会化个淡妆，更添几分美。有时候对着镜子看看，海玲都不敢相信镜中的那个神采飞扬的女人是自己。离婚2年，她变化特别大。就今晚陪着你，稍微放肆点。以后我是坚决不吃宵夜，减肥太难熬了，我不想再来一次。若是她又胖回以前的模样，想再减下来很难的了。因为她心情好了，又不差钱，还有陆东明宠着，不想再过减肥的日子，就只能管好嘴，坚持每天运动，保持好身材。我听他们说，你在这边也有人爱慕你的，虽说他们没有表白，但看你的眼神，傻子都能看出来，他们是看上你了。知道海玲有个未婚夫了，未婚夫还是管城陆家的4少爷，那些看龄的男人才不敢行动，但又遮掩不住对海玲的欣赏。海玲说道，只要我察觉到他们对我有那个心思，我都会注意保持距离的，不给他们机会，让他们自动死心。你放心，我这个人对待感情也挺专一的，除非你像周鸿林那样不爱我了，我才会死心。他和周鸿林之间本就是周鸿林出轨，对他又诸多嫌弃，他才渐渐死心。刚要离婚时，他还在妹妹那里哭过。与周鸿林多年感情，3年的婚姻，他付出了全部感情，以为能和他一生一世，谁知道才结婚3年就离婚了。说要一辈子对他好的男人，半辈子都做不到。说要养他，结果他要钱买奶粉都要被他要求 AA 制。那段日子，海玲现在回想起来，不会再痛苦，心情平静得很，从中汲取教训便是。以后和陆东明过日子，他也不会再放弃事业，保持着经济独立，再管理好身材。不会，我不是周鸿林，你最难看的一面我都见过了，我都没有嫌弃过你，不像周鸿林那样。海玲，我们办婚礼的时候，记得给洋洋的爸送份请柬去，请他过来参加我们的婚礼，让他看着你嫁给我，成为我最美丽的新娘。酸死周鸿林。海玲失笑，我和他都是多少年的黄历了，你还吃醋呀？只要想到他先认识你，还和你恋了几年，结婚几年，还有洋洋这么一个可爱的儿子，我就忍不住酸。老天爷怎么不让我和你从校服到婚纱呀？每个人的缘分都是注定的了，我的婚姻路可能就是这样走的吧，他可能就是2婚的命。不过2婚能嫁陆东明这么好的男人，老天爷待他不薄了。陆东明叹口气，害我单身了那么多年，我单身至今不就是等着你。海玲笑，你也会说情话了。这种情话只要感情有了，
很自然就能说出来，看站印都能铁树开花，哄起彤彤来，让彤彤都迷得不要不要的。我觉得我比他要好很多的。陆东明自认自己比站印要温和很多，就是现在站印对外都还是冷冰冰的。站印的温柔只给海童。步行了半个小时，这对小情侣才回到酒店，却在酒店门口遇到了刚回酒店的站印兄弟俩。东明，你来了。站印走向两人。姐，他又叫了海玲一声。站浩宇也跟着过来，打趣着陆东明。我跟我大哥说，你肯定会在这2天过来，相似的日子不好过吧？你常过的。陆东明应着站浩宇又哈哈的笑2声。站浩宇哑口，他是尝过相思之苦。你们俩去逛街买了这么多东西。站浩宇看到陆东明置放在大腿和抱在怀里的东西，都是些玩具，说道：洋洋又有新玩具了。给洋洋买了几身衣服以及几样新玩具。我以往只会送风车给他，总要换些东西来送的。陆东明想起以前自己只会送风车给洋洋，都觉得好笑。他很喜欢洋洋，可那时候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哄孩子，也不了解孩子喜欢什么东西。恰好看到洋洋玩风车，以为洋洋就喜欢风车，所以天天都送风车给洋洋。小家伙那时候还怕他，收了他无数风车后，总算不那么怕他了。陆东明觉得这一路走来最难拿下的就是洋洋了。还好现在洋洋跟他亲如父子，他已经超越周红林在洋洋心里的位置，轮到周红林羡慕他了。4个人一起进酒店。浩宇，你老丈人没留你？海玲笑问。站浩宇说道，我哥明天去接我大嫂和洋洋回家，从酒店去机场更近一点。我送我哥去机场，所以今晚我就住酒店。商无痕也会先回管城，就你大姨夫妻俩还有钟爷爷不着急，估计他们会留在这边，等到你放假了再一起回管城。站浩宇也在等乔涵放假，他哄了无数次，才哄得乔涵松口去管城过年。丈母娘他们也说大年初1就带着乔轩飞管城，要去游游山庄凑热闹，因为过年的时候游游山庄才会热闹，站家的所有人都会回家过年。他丈母娘说看着他兄弟几个特别养眼呀。阿印，你明天就去接彤彤了吗？海玲以为妹夫还要逗留2天，站印边走边说道，余下的事你和大姨都能处理好，还有凤晴一信得过凤家的事，凤晴能处理妥当。我先过去在君家逗留2天再回来。彤彤今天跟着穆晴回娘家了，会在穆家住上2天再回风尘山庄。海玲笑，那你过去陪陪他，公司有你的弟弟们，不用着急回家。洋洋都玩得乐不思蜀的，连我这个当妈的他都不怎么想，也就晚上睡前会跟我视频通话，当然也是他太忙的缘故，儿子怕打扰他工作，所以一般白天都不会打电话给他。孩子是个懂事的。海玲省心不少。站印恩着，4个人进了电梯，站印兄弟直上顶楼，海玲带着陆东明在12楼就出了电梯，一夜再无话。隔天清晨，站印用过了早餐，就由弟弟开车送他和保镖去江城的机场，准备坐飞机飞往 A 市。在上飞机之前，站印才发信息给爱妻，告诉老婆大人他会在今天飞 A 市，海童自会从穆家回来。海玲则是带着陆东明去乔家拜访乔董，以后也是亲戚了，既然陆东明来了，总要去拜访一下的。管城学校放寒假了，沈小军依旧回书店，主要是待在家里太无聊。书店开着门，哪怕没有生意，他还可以跟左邻右舍聊聊天。他们有些人也关了店门回家过年了，也有人一家人都在管城，就不想回老家过年。沈小军怀孕月份比海童大1个多月，已经身怀6甲。
好在还没有影响到他的行动。他身体也好，苏南是个宠妻的，他想出来也就由着他出来了，反正有保镖跟着保护他。就是苏南的表姐沈小军的孕期营养师，现在也不会再多嘴说沈小军。看了一会儿，沈小军放下书本，起身绕出了收银台，去拿了鸡毛扫，打扫一下书架，顺便整理一下书架上的书本。不能老是坐着看，容易犯困，坐得久了，肚里的小家伙也不舒服，会猛踢他。起身走动走动，小家伙舒服了，就会踢得温柔点，是个有脾气的。听说一个人的性格还在妈妈的肚子里就生成的了。一辆车开来，很快就在书店门口停下来。听到有动静，沈小军从书架后面走到收银台前，往外面张望，看到了那个自称夫家姓龙的女人从车上下来。沈小军心里嘀咕，这个女人怎么来了？又是给他的小叔子买资料。沈小军站在原地等着宁思琪进来。苏家的保镖警惕地看着宁思琪，宁思琪也带着2名保镖过来。他的保镖下车后，很自觉地站在书店门口，看着宁思琪进店。龙太太是给你小叔子买资料吗？来者是客，开门做生意的，迎的是4方来客。沈小军脸上扬起笑，问着宁思琪。宁思琪也笑，对啊，我小叔子要我过来给他买基本资料以及一些试题，他说寒假多刷刷题，学校布置的作业他已经完成。说着他说了一下资料书的名字，沈小军帮他拿来了他要的资料书。宁思琪接过资料书后，像是随意地问道，对了，好久不见战大少奶奶了，她去哪里了？你找彤彤有事啊？沈小军扬着眉问他。宁思琪其实知道海童带着洋洋去了市的军家，龙先生告诉他的。龙先生抱怨宁思琪没本事，未能和海童成为好朋友。若是他和海童成了好友，海童就会介绍他和军家的大少奶奶认识，他也能跟着海童一起去风尘山庄，就能见到龙先生说的那个孩子了。龙先生让他接近海童，真正的目的就是军家的那个孩子，因为海童的外甥周阳和那个孩子是好朋友。宁思琪问龙先生为什么不能直接去军家找那个孩子，问那个孩子是什么身份，为什么龙先生要花那么大的心思找他，利用他接近那个孩子都是拐弯抹角的，兜了几大圈呢？龙先生当时就变脸了，冷漠地告诉他，不该问的最好别问，知道的太多活不长。吓得宁思琪再也不敢问，但心里的疑问却是越来越深，又不敢再去打听，怕龙先生知道了又掐他的脖子，好怕他会掐死他。没事，就是好久没看到他随口问问的。宁思琪当然不能明着说是来找海童的，那样沈小军会起疑心。海童身边的人没有一个笨的，个个都鬼精得很。沈小军哦了一声，说道，彤彤工作忙，我都很少看到他了。宁思琪听沈小军这样说，就知道沈小军是在骗他，也知道海童身边的人都还不信任他，这让他有点挫败。从龙先生找到他，要求他接近海童开始，他努力了好几个月了，结果还没有得到海童的信任，更不要说成为海童的朋友了。想到沈小军和海童是同学，10几年的交情了，宁思琪重拾信心，相信时间长了，他能融入这些少奶奶的圈子里，就是龙先生那里可能等不起。哎，烦死了，海童怎么就那么难亲近？明明他都和替身在宁云初的面前表演了几次，宁云初也没有发现他找替身的事，还不能证明他和龙太太不是一个人吗？心里腹诽一大堆，面上却不显。宁思琪的确成熟了很多，虽说有时候还很冲动，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过于任性了，被龙先生整怕了。
那个男人是真会杀她的。大少奶奶都怀着身孕了，还那样努力工作，女强人真让人敬佩。宁思琪笑着夸赞了海童2句。沈小军说道，彤彤是事业心很重的，以前还和我一起守店的时候，也闲不下来，天天编织工艺品放到网店上销售。这个宁思琪是知道的。以前的海童就是个穷鬼，父母双亡，与姐姐相依为命。他前姐夫一家人都讨厌海童的了，不喜欢他跟着姐姐住。宁思琪也觉得海童过去太不懂事，姐姐都嫁人了，有了自己的小家庭，海童就不应该再和姐姐住在一起。现在嘛，宁思琪明白了一件事，就是当一个男人出轨了，对原配没有了爱意，不仅会对原配不耐烦，对原配的娘家人也是一样的态。因为不爱了，所以不会再包容。海玲和周红林的婚姻错在周红林，2个人结婚的时候，海玲也明着说过要妹妹跟着一起住的，周红林以及周家人都同意了，没有任何的意见。当周红林不爱海玲，出轨了，就开始嫌弃海童住在他家里，对海玲也是诸多的嫌妒。听说海童其实每个月都有给伙食费的，而且住在姐姐家里的时候，还帮忙带孩子做家务活，现在请个保姆都要大好几千块钱呢。海童住在姐姐家里时，干着保姆的活，没有工资不说，还出了伙食费，更要被姐夫嫌弃。若不是他心疼他的姐姐，他何苦留在姐姐家里住着？所以啊，是周红林错了，怨不得人家海玲姐妹俩。能想明白这些，宁思琪觉得自己成熟了。以前她是不会想这些，也想不明白。爱可以包容一切，深爱的时候缺点也是优点，不爱的时候优点也是缺点。宁思琪笑了笑，说道，战少是个工作狂，海童被他传染了吧，也成了个工作狂，怀着身孕都那么拼。他月份还不算大，上班没事。沈小军问他，龙太太还有什么需要的吗？没有了，苏太太，我先走。沈小军防着他，不告诉他海童的事。宁思琪不便久留，主要是这些少奶奶们跟他关系都不太好。龙太太慢走。沈小军只是送了宁思琪几步便停下来，目送着宁思琪出了店，很快就上了车。龙家的保镖开车载着宁思琪走了。远离了书店，宁思琪将买来的那几套资料随手扔在一旁，然后从他的包里掏出了手机，打电话给龙先生。龙先生很久才接听他的电话。又有什么事？龙先生不太耐烦的样子。宁思琪听出他声音里带着的不耐烦，一时间不知道要不要说。其实也没有什么事，就是想和龙先生说说。他从沈小军这里套不到什么话，他不出声，电话那边的龙先生更加生气了。也不等他再说什么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，姓宁的，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很闲？我很忙的，没有重要的事情不要打电话给我，给你吃好住好，让你办点事都办不好，还3不5时的打电话给我，烦死了，又不缺你钱花。龙先生还骂了很多难听的脏话。宁思琪很想挂电话，换做以前他是绝对会挂电话的。他是被父母宠着长大的，父母没出事时，身边的人都得哄着他，讨好他，什么时候受过这等辱骂？但他见识过龙先生的冷血无情，知道他真会杀人后，不管龙先生怎么对他，他都不敢发脾气。他现在没有靠山了，龙先生虽说是在利用他，好歹给他钱了，也让他住大别墅，开豪车。他说过的以后房子和车子都归他，让他好好替他办事。龙先生骂完了，心里的怒火悉数发泄出来，他变缓了语气，问，打电话给我有什么事儿？说吧。我想从沈小军那里套话，没有套到。宁思琪轻声说道。龙先生深吸几口气，
那个女人还有用，他对她也没有厌倦。刚刚已经骂他个狗血淋头，现在就不骂了，但他还是很想骂呀，就是一点小事情也要打电话给他。还有，我想你了。宁思琪补上一句，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刻意放柔声音，状似撒娇。这快过年了，我身边没什么亲朋好友了，你是我男人，就是我的依靠，是我的温暖，我很想你，想你能不能过来陪我过年，或者接我去你家里过年。龙先生果然心情大好，甭管他是不是利用宁思琪，能让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沉迷于他中年男性的魅力之下，他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龙先生认为自己一点都不输于那些年轻的男孩子，应该说那些年轻男人还不如他呢。他有身份、有地位、有钱有势的年轻人，除非是富二代，否则哪个能有他这样的权势？就是富二代也有很多比不上他的。我最近很忙，不能过去，我也有点想你的。过年我更不能过去了，过年有很多应酬，也得陪陪我的家人，平时他不管我的，但是逢年过节他是要求我必须陪他，因为要面对亲朋好友，你明白吗？龙先生有妻有子，宁思琪知道，他也从不隐瞒，他对妻子的感情是好是坏，宁思琪也不知道。虽然他说他和老婆没有什么感情了，他却不敢相信，因为他从来没有过让外面的女人取代他老婆的位置，也不轻易让外面的女人生他的儿女。他和他老婆已经生有儿女，而且儿女们都已经长大，应该培养的也很不错吧。若不是儿女优秀，他看在儿女的份上，都不会对妻子怎么样，这些都是他外面的女人比不了的。宁思琪心里有点酸，龙先生给他的是真让他有点依恋了。若不是龙先生在他面前露过杀气，掐过他脖子，在床上也折磨过他，宁思琪还真怕自己有一天会爱上龙先生呢。那你什么时候会过来？龙先生态度变了之后，宁思琪继续软声问道。女人撒撒娇有时候还挺管用的嘛，这个说不准的，什么时候有空了我就过去陪陪你，我没空过去，你约上几个朋友出去旅游都可以，或者经常参加管城上流社会的聚会，多结交些朋友，出席宴会的次数多了，跟海童的关系也就能更亲近一点。好吧，那你有空了就过来陪陪我。宁思琪可怜兮兮地应着。龙无声哄了他几句，说要给他转一笔钱，让他买东西。宁思琪才开心起来。结束通话后，宁思琪偷偷地松了口气。很快，他手机就收到了银行发来的信息，他的账号多了50万，龙先生转给他买他想买的东西的。宁思琪看着银行发来的那条信息，以及自己银行卡显示的余额，忽然觉得被骂了一顿也没什么，只要他撒撒娇，龙先生就给他一笔钱。当然，这不是长久之计，龙先生可能有了新的目标。宁思琪是不太聪明，但她也是女人，对这种情况天生敏感。她是感觉到龙先生对她冷淡了很多，肯定是有了新的目标。那个老男人是个色狼，都不知道玩了多少年轻女孩子呢。趁他现在还能从龙先生那里要到钱，就多要点。他不过是一枚棋子，当完成了任务后，龙先生是否会兑现承诺都是个未知数。宁思琪挺怕自己完成任务后会被龙先生杀人灭口，等他多存点钱，完成任务的那一天，他就带着他的钱远走高飞，再也不回管城了，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，隐姓埋名，重新开始，像他的2个大姑姑一样。去我的租房那里，宁思琪吩咐着开车的保镖，我要换回我的身份，去一趟春暖花开。保镖冷声提醒地道，你的租房被你姐的人盯着，你现在这样过去，他会再次起疑心。先生费心安排的一切就前功尽弃了。
宁思琪，好吧，那像以前一样，先回家，我换了衣服，卸了妆，再过去，顺便看看那个替身有没有损坏他的东西。若是损坏了，就让对方赔他钱。保镖不再说话。回到了龙家别墅，宁思琪撕下了人面皮，卸了妆容，换了衣服，恢复宁思琪本来的面目，然后挽着背包出门去。2名保镖看着他出去，并没有阻止他，只要不引起宁云初等人的怀疑，就不管宁思琪去做什么。刚才这个女人被他们先生在电话里骂了个狗血淋头的，哪怕后来先生给他转了一笔钱，让他出去消费，以他们对这个女人的了解，被骂得那么厉害，心里肯定憋着一肚子火气。他憋着火气就喜欢去春暖花开找他姐的麻烦，哪怕次次都会吃亏，处于下风，依旧要去。可能是为了发泄心里的怒火吧，也就是他的姐弟才能容忍着他的任性妄为。宁思琪收到龙先生的钱后，其实没有那么生气了，不过是无聊，才想去春暖花开搞事情。搞不了事情，跟宁云初吵架都好，在宁云初面前，他可以肆无忌惮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反正他一直都是这样的脾性。在花店里的宁云初猛地打了2个喷嚏。大姐，你出门时要多穿件外套，这是感冒了吧？你刚才都打了1个喷嚏，现在又打。在自家公司里当临时工的宁天磊，今天中午刚回到管城，回家的第一件事，当然是来大姐的花店里。大姐不是在花店里，就是在家里，有时候也会在游山庄。宁天磊已经摸清楚大姐的日常行踪，大姐不是感冒了。宁云初抽了2张纸巾擦了擦鼻子，说道：“是你二姐在背后骂我，骂得特别厉害。”宁天磊，二姐还好吗？他刚回来，还没有去看二姐，他都有点害怕去见二姐。每次姐弟俩见面，二姐都抱怨他偏心，偏向长姐，说什么她才是他的亲姐姐，大姐也是他的亲姐姐呀，他们同一个母亲的，就算不同一个父亲，但姐弟俩的父亲又是亲兄弟，是有血缘关系的。在宁天磊的心里，长姐是很重要，但他也没有说不理二姐的，是二姐自己喜欢钻牛角尖，他有什么不好的？天天吃喝玩乐，什么都不干，没钱了就跑来我这里闹，要钱，日子不知道过得多潇洒。大姐、二姐还经常跑来你这里要钱吗？知道大姐不会吃亏，宁天磊倒是不担心二姐过来闹事，大姐身边天天都有保镖跟着呢。二姐是没脑子，但凡有点脑子的都能想明白，大姐始终手下留情，否则二姐早就不知道被大姐修理成什么样子了。